怀孕6个月时，老公突然带了个远房表妹回家。苏星，悠悠欠了高利贷，把你家给的育儿基金拿出来替她还债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陈旭就皱起了眉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悠悠是我的亲人，你要见死不救。嫂子要是为难就算了，大不了我陪他们一晚。陈旭瞬间红了眼，一把将外套摔到我脚边。你要眼睁睁看悠悠往火坑里跳，你是人吗？我伸手去拿银行卡，脑海里却猛地响起一道童音：妈妈，别给，这坏女人是爸爸的情人，他们合起伙来骗你的钱，把你赶出门找吃的，最后我们一尸两命。我下意识摸向小腹，那声音更急了：妈，快去姥姥姥爷家，他们住在高山上，谈安全，半个月后暴雨末世，不会下整整半年。望着眼前两人咄咄逼人的模样，我心中冷笑。这一次轮到我和宝宝看他们在暴雨中挣扎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突然笑了。我随手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扔到了茶几上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本来是我爸妈给宝宝存的，既然表妹急着用，那就拿去吧。陈旭脸上的怒气瞬间消散，转而换上了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这就对了，苏星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识大体的人。林悠悠的纤纤玉指缠上陈旭的手臂，他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脑海里那道稚嫩的童音气得直跳脚。妈妈，他是大坏蛋。我安抚地摸了摸肚子，在心里默念：放心，他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趁着两人在那儿腻歪，我悄悄把手背在身后，确认。这一套动作我行云流水，不过3秒钟，卡里的50万余额瞬间变成了0.00。看着转账成功的界面，我心里冷笑一声。立马是你的生日，你们快去取吧，晚了人家债主该急了。陈旭抓起银行卡。行，你在家好好做饭，今晚悠悠受了惊吓，我们要吃点好的压压惊。林悠悠娇滴滴的回头：嫂子，我想吃澳洲大龙虾，麻烦你喽。我也笑。好，我这就去买。哇，妈妈好棒，钱保住了，妈妈快走，还有半个月暴雨就要来了，我们要去得好多好吃的。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抓起车钥匙就冲出了家门。这一次我不光要保住钱，还要保住我和孩子的命。我一边开车往批发市场赶，一边给爸妈打电话：爸妈，我要带个惊喜回家，你们先把山顶那个自建房收拾出来，他们现在住在山脚下的平房里。挂了电话，我直奔本市最大的农贸批发城。看着琳琅满目的物资，我那股疯狂购物的欲望彻底爆发了。老板，这种真空包装的大米给我来2000斤，挂面、方便面、自热火锅、螺蛳粉，只要是能长期保存的，每个口味给我来50箱。老板笑得合不拢嘴，以为我是搞慈善批发的。我没空解释，转头又钻进了干货区，香菇、木耳、腐竹、紫菜，这些泡发就能吃的干货，我按麻袋买。妈妈，肉，我要吃肉，还得囤各种药品，药品在末世可是硬通货。宝宝的声音提醒了我，我大手一挥，订了3个超大容量的冰柜，猪肉、牛肉，直接让老板把冷库里的存货给我搬了一半。我又去了药店，感冒药、消炎药，尤其是老年人和婴儿能用的药，维生素、钙片、益生菌，更是一箱一箱的往车上搬。路过母婴店时，我更是像个强盗，从0岁到3岁的奶粉、纸尿裤、奶瓶、婴儿湿巾、隔尿垫堆满了整整一辆小货车。妈妈，别忘了买出行工具，水会淹到3层楼那么高。我立刻调转车头去了户外用品店，买了3艘加厚加固的橡皮艇，配套的马达和燃油。就在我指挥工人往货车上装太阳能板的时候，陈旭的电话打了过来，里面就传来了他气急败坏的咆哮：苏星，你搞什么鬼？卡里怎么没钱？我们在取款机这试了5次了，你连1分钱都没有。周围全是排队的人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，语气故作惊讶。电话那头传来林悠悠带着哭腔的声音：旭哥，嫂子是不是不想帮我啊？陈旭更火了：苏星，你是不是把钱转走了？你这个毒妇，你是想逼死悠悠吗？我冷笑一声。几个月前，陈旭想让我拿钱投资虚拟币，我没同意。可上个月我突然发现抽屉里的银行卡都没钱了。陈旭一开始不承认，直到我说要报警才认错，哭着保证再也不犯。那时我心软了，想着多年的感情，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可没想到他现在竟然想用我爸妈给的宝宝基金养别的女人。陈旭显然被我噎住了，他那个投资确实亏了，但他哪里记得清楚用了哪张卡的钱。可是我根本没有那么多啊。那就是银行冻结了呗。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工人装货，你也知道你最近征信花了，连累我也被风控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些债主还在等着呢，悠悠都被打了。电话那头传来林悠悠的痛哭声，宝宝嗤笑一声：妈妈他们在演戏。我勾起唇角，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呢？再次开口，语气里满是担忧。别急，我现在就在回爸妈家的路上，我去求爸妈把他们的养老钱拿出来，能拿个几百万呢。好，那你多要点，悠悠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得做个美容压压惊。
行，你们就在家等着吧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把他和林悠悠拉进了黑名单。等到暴雨降临，我会烧给你们足够多的冥币去做美容的，顺便附赠了几千字的脏话，把他们的丑事做成 PPT 发给了亲朋好友，问问他们这个小三儿到底是谁家的姑娘，这么不要脸。我带着几大卡车的物资，浩浩荡荡的回到了爸妈在山脚的平房，让他们收拾收拾，搬回山顶。山顶地势极高，背靠大山，是天然的避难所。爸妈虽然对我的举动感到疑惑，但在我说出上辈子被陈旭他们害死以及末世预言后，二老毫不犹豫的选择相信我。我妈气得当场就要拿菜刀去砍了陈旭。妈，别脏了手，老天爷会收了他们的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们全家一起行动。我请了最专业的施工队，对3层自建房进行了全方位的加固，所有的窗户都换成了防弹防爆玻璃，即使洪水冲击也能安然无恙。妈妈还要装净水器，雨水太脏了，喝了会生病的。听从宝宝的建议，我在顶楼安装了一套最先进的雨水收集和过滤循环系统，即使外面洪水滔天，我们也能喝上纯净的饮用水。考虑到暴雨后的极寒天气，我又让人在墙体里加装了保温层，并安装了壁炉和地暖。为了防止有人趁乱入侵，我在围墙上拉满了高压电网，整个别墅被我打造成了一个铁桶般的堡垒。宝宝叽叽喳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妈妈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暴雨就要开始了，快跟姥姥姥爷回屋。天色阴沉的像要塌下来。妈妈快关门，那个讨厌的雨要下来了，第一波雨水有毒。我连忙去拉正在院子里透气的爸妈，我爸却猛地停住了脚步，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焦急的四处张望。大黄呢？大黄怎么还没回来？大黄是我们家养了10几年的土狗，平时最是顾家，这会儿却不见踪影。我看了一眼天色，去拉我爸的胳膊，爸，先别管狗了，雨马上就要下来了，太危险了。我爸一把甩开了我的手，老实巴交的脸上写满了固执。不行，大黄也是咱家的一口人。前年我去后山采菌子，遇到野猪，要不是大黄拼死护着我，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了。他老了，跑得慢，我要去找他，反正还有半个小时，我马上回来。我妈急得直跺脚，眼圈瞬间红了。大黄就在下面路口，那2个坏蛋把他抓住了，那个坏女人手里拿着刀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陈旭和林悠悠竟然找过来了。妈，你先进屋把门窗锁好，不管谁敲门都别开。我把防狼喷雾塞进口袋，追着我爸跑了出去。爸，等等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们刚跑到山路转角处，就听到了一声凄厉的狗叫。透过路边的灌木丛，我看见大黄被人吊了起来，而绳子的另一端正攥在林悠悠手里。陈旭站在一旁，手里正拿着一把折叠水果刀。这深山老林的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正好拿它祭五脏庙。林悠悠一脸嫌弃地拽紧了绳子，脏死了！要不是饿了一天，我才不吃这种土狗。住手！你们这群畜生！听到声音，两人吓了一跳。大黄挣扎了一下，却被绳子勒得更紧。陈旭转过头，看到是我们，脸上的惊慌瞬间变成了狂喜。苏星，你可终于舍得露面了！家里的钱都被你拿走了，你是想饿死我们？林悠悠挽住陈旭的胳膊，阴阳怪气地开了口：嫂子，你们这一家子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干嘛呢？害得我们好找。我冷冷地盯着他们，把激动的我爸护在身后，放了大黄。陈旭嗤笑一声：苏星，你行啊，给我的卡里1分钱都没有，还到处抹黑我和悠悠，害得我们工作都黄了。赶紧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就跟你离婚，看你大着肚子找谁接盘。我嗤笑一声，陈旭脸一白，看见我真不怕离婚，使劲扯了扯绳子。大黄痛苦的呜咽一声，翻起了白眼：快给钱，不然我现在就弄死这条死狗。宝宝在肚子里气得直打滚。坏蛋大坏蛋，大黄好痛苦，他快没气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硬抢肯定不行，我爸年纪大了，根本不是年轻力壮的陈旭的对手。我目光扫过陈旭贪婪的脸，心中有了主意。钱在我包里，现金整整200万。本来是想去给你们送钱的，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就自己拿吧。陈旭和林悠悠的眼睛瞬间直了，手里的绳子都不自觉地松了一些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我冷笑一声，想拿钱就过来吧。我从屋里拿出来了一个箱子，从里掏出一叠红色的钞票，在他们眼前晃了晃。其实那只是一叠冥币，外面包了几张真钱，是我特意买来准备烧给他们的。想要吗？想要就放开大黄。林悠悠激动地直掐陈旭的胳膊，陈旭咽了口唾沫，眼底全是贪婪。我后退一步，举起手里的箱子，做事要往山下的悬崖扔，一手交狗，一手交钱，不然我就把钱扔下去。陈旭脸色大变，彻底慌了。别扔，我放，我这就放。比起一条狗，当然是现金更重要。大黄一落地，立刻夹着尾巴窜到了我爸身后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爸，带大黄走。我爸心领神会，抱起大黄就往回跑。陈旭急不可耐地冲过来，我看着他们丑陋的嘴脸，用力将箱子向着反方向的灌木丛狠狠抛去。陈旭还在疯狂地踹门，可防盗门纹丝不动，而屋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暖意融融。
林悠悠的哭喊声也从一开始的尖锐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哀鸣。冷死我了，旭哥，我的脸好痛。听着这些声音，我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，悠闲地剥着橘子。爸妈在一旁逗弄着大黄，脸上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宝宝在肚子里打了个哈欠。妈妈那2个坏蛋走了，他们往山腰的破庙爬去了。雨水里有强酸，他们的脸皮都在冒烟呢。我勾起嘴角，这就受不了啦！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接下来的3天，原本干涸的山沟变成了奔腾的河流，新闻里全是各地受灾的报道，信号也开始时断时续。我家因为地势高，又有发电机和充足的物资，简直就是末世里的桃花源。我和爸妈每天变着花样做吃的，火锅、烤肉，香味飘出好远。到了第5天，监控警报突然凄厉地响了起来。我放下手里的红酒杯，看向墙上的大屏幕，只见别墅的大铁门外乌泱泱的围了一群人，那是住在山腰村子里的村民，为首的正是消失了几天的陈旭和林悠悠。这才几天不见，他们已经没了人样，浑身上下裹着破烂的塑料布，露在外面的皮肤上全是溃烂的红斑。林悠悠那张引以为傲的脸此刻肿得像个猪头，陈旭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像只丧家之犬。他手里举着一把生锈的斧头，正对着身后的村民大声嘶吼：乡亲们，就是这家，他家囤了不少吃的或药品，这种毒妇人人得而诛之，只要攻进去，里面的吃的喝的大家平分。饿红了眼的村民们瞬间骚动起来，一个个举起手里的锄头、铁棍。林悠悠缩在陈旭身后，阴毒地盯着2楼的窗户，尖声叫道：哎呦，那女人怀着孕，细皮嫩肉的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听到这话，人群里几个光棍流氓发出了猥琐的笑声。我爸气得浑身发抖，抄起菜刀就要冲出去。这群畜生，我跟他们拼了！我妈也红了眼，死死拽着我爸。老头子别去，他们人多。我冷静地按住我爸的手，安抚道：爸，别急，我们的门很坚固，开不开的。就在这时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了宝宝急促的尖叫声。妈妈小心，那个光头手里有炸药，是他在矿上偷的，他们想炸开大门。还有陈旭跟那个光头商量好了，攻进去后就把你送给光头玩。我眼神骤然一冷，杀意在胸口翻涌，原来是带了炸药，难怪敢这么嚣张。就算可以用电网，但也抵不住这么多人轮番攻击。晚上还有大洪水，要是围墙被炸开了，东西都会被污染的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打开了别墅外部的广播系统。陈旭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门外的人群愣了一下，动作稍稍停滞。陈旭仰起头，那张溃烂的脸上满是狰狞。苏星，你终于肯说话了，识相的就赶紧开门，不然等我们炸开门，老子让你生不如死。我轻笑一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炸门？你确定你们手里的土炸药能炸开银行金库级别的防爆门？人群里那个拿着炸药的光头犹豫了一下。陈旭见状急了：别听他吓唬人，这门就是看着厚，肯定能炸开，大家别怕，只要炸开了，里面的物资够我们吃1年的。村民们的贪欲再次被点燃，光头咬咬牙就要点火。妈妈快，那个光头要点火了，电死他！我不慌不忙地按下了围墙高压电网的开关，同时我对着麦克风悠悠地说道：各位乡亲，陈旭有没有告诉你们，我家这围墙可是通了高压电的，3万伏的电压，碰到就是个死。村民们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陈旭脸色大变，转头冲着村民吼道：他是骗人的，哪来的高压电？现在全市都停电了，他就是想独吞物资，大家别被他骗了。一个愣头青被说动了，举着铁棍就往大门上砸，电铃声响起，那个愣头青惨叫一声，瞬间被弹飞了。人群瞬间炸锅了，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，我再次开了口：乡亲们，你们被陈旭骗了，他明知道我有电网，就是想拿你们当炮灰，消耗我的电量，最后自己独占资源。透过监控看着陈旭惊慌失措的脸，念在夫妻一场，我给他在半山腰的房子里留了1个月的物资，可他太过贪心，吃着碗里念着锅里，骗你们来送死，自己却揣着钥匙不动一点物资。既然你们想抢，那我就给你们指条明路。这话当然是假的，半山腰的钥匙我可没给过他。但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瞬间长成参天大树。村民们看向陈旭的眼神变了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，那也是救命的稻草。陈旭，那个女人说的是真的吗？光头把玩着手里的引线，阴恻恻地盯着陈旭。陈旭慌了，拼命摇头摆手：没有，绝对没有，那个毒妇在挑拨离间，我身上要是有钥匙，天打劈！林悠悠也尖叫着帮腔：对，旭哥没钱，我们都快饿死了。看着陈旭翻都自证清白，我适时地补了一刀。身上能藏钥匙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不信你们搜搜看呗。这一句话彻底击碎了村民们最后的理智。光头大吼一声，第一个扑了上去。别过来！陈旭的衬衫被猛地撕碎，纽扣崩得到处都是。我真没钥匙，别打脸。
陈旭在泥水里拼命打滚，试图护住自己的要害。眼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对着麦克风悠悠开口：“也是男人嘛，好东西肯定都放在心尖尖的人身上。”话音刚落，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瞬间锁定了林悠悠。林悠悠吓得尖叫一声，拔腿就要往山上跑。一个身材魁梧的大妈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薅住了林悠悠的长发。啊！我的头发，放开我！林悠悠疼得龇牙咧嘴，整个人被硬生生的拽了回来。肯定是你这狐狸精藏了钱和钥匙，姐妹们扒了他的衣服搜，别让他私吞了。林悠悠拼命哭喊：“旭哥，救我，救救我！”可陈旭此刻自身难保，哪还顾得上他？宝宝在肚子里看得津津有味，咯咯直笑。妈妈好聪明，这一招借刀杀人太帅了！哇哦，坏爸爸的门牙被打飞了一颗，林悠悠的假鼻子歪到脸颊上去了，像个老巫婆。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，随手关掉了麦克风。村民们把他们扒的只剩下一条底裤，连林悠悠的鞋垫都扯出来看了，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。光头恼羞成怒，对着陈旭的肚子又狠狠补了一脚。村民们骂骂咧咧的把两人踢进了路边的臭水沟里，随后散去了。我重新打开扩音器，陈旭，看来你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是可怜啊！听到我的声音，陈旭像是回光返照一般，猛地从水沟里探出头来，他的脸上涕泗横流，拼命朝着大门爬行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让我进去吧，不然我会死啊！我看着他，语气放软了几分。是啊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是那种绝情的人。况且宝宝马上就要出生了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陈旭眼里满是狂喜，连滚带爬的扑到铁门上。对，我是孩子的爸爸。苏星，你快开门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林悠悠也听到了动静，挣扎着想要爬过来。我冷笑一声，打断了他。陈旭，我是有点想让你回来，可是这个女人，她抢走了你，还想害死我们的狗，甚至还要把我们一家当储备粮。我这心里实在是过不去这道坎儿啊。陈旭愣了一下，随即转头恶狠狠地盯着林悠悠。都是他勾引我，是他害得我们生出嫌隙。林悠悠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我漫不经心地剥开一颗巧克力，塞进嘴里。陈旭猛地扑向林悠悠，双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贱人，你去死吧，别挡老子的路！林悠悠拼命拍打着陈旭的手臂，双腿在泥水里乱蹬。可饿了好几天的他，哪里是发了疯的陈旭的对手？死！你给我去死！只有你死了，苏星才会原谅我。林悠悠的挣扎越来越弱，直到最后，那双腿彻底停止了抽搐。陈旭喘着粗气，好好的看着我。老婆，你看那个贱人死了。坏爸爸真狠毒，那是他的老相好呢。妈妈别理他，大洪水还有10秒钟到达战场。陈旭，你真让我恶心。陈旭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苏星，你什么意思？快开门让我进去。我挑了挑眉，我只说让你拿出诚意，可没说你杀了人我就让你进。不过既然你这么想进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说。只要我能做到。陈旭眼里再次燃起希望。我举起3根手指，我数10个数，只要你能站得住，我就开门。陈旭狂喜。好，你数。我看着远处山谷间快速奔来的白线，缓缓开口。1，陈旭死死抓着铁门的栏杆，站得笔直。2，地面的震动越来越明显。陈旭疑惑地回过头。什么声音？3，我放下了手，怜悯地看着他。下一秒，高达数十米的洪峰夹杂着巨石和断木呼啸而下。陈旭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紧接着被洪流卷入无影无踪。巨大的浪头狠狠拍击在自建房的防水闸门上，但也仅仅是晃动了几下。哇，世界清静了，妈妈坏人都被冲走了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轻声说道：“是啊，宝宝，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我伸手关上了厚重的防爆窗，转过身，我爸正拿着毛巾给大黄洗澡。大黄舒服的哼哼唧唧，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。我妈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水果走过来。星星，他们真的没了吗？什么机会？你说。只要我能做到。陈旭眼里再次燃起希望。我举起3根手指，我数10个数，只要你能站得住，我就开门。陈旭狂喜。好，你数。我看着远处山谷间快速奔来的白线，缓缓开口。1，陈旭死死抓着铁门的栏杆，站得笔直。2，地面的震动越来越明显。陈旭疑惑地回过头。什么声音？3，我放下了手，怜悯地看着他。下一秒，高达数十米的洪峰夹杂着巨石和断木呼啸而下。陈旭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紧接着被洪流卷入无影无踪。巨大的浪头狠狠拍击在自建房的防水闸门上，但也仅仅是晃动了几下。
哇，世界清静了，妈妈坏人都被冲走了。我摸了摸肚子，轻声说道：“是啊，宝宝，我们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我伸手关上了厚重的防爆窗，转过身，我爸正拿着毛巾给大黄洗澡。大黄舒服的哼哼唧唧，尾巴摇得像个螺旋桨。我妈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水果走过来，醒醒，他们真的没了吗？我接过一块哈密瓜，咬了一口，没了，妈，以后再也没人能恶心我们了。我温柔地抚摸着腹部，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我指了指餐厅里的鸳鸯锅，李悠悠不是想吃澳洲大龙虾吗？咱们替他吃。餐桌上早已摆满了食材，我爸把大黄安顿好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茅台。好，听闺女的，咱们过咱们的好日子。我妈夹了一块肥牛放进我碗里，多吃点，你现在是2个人，得补补。我大口吃着肉，感受着味蕾上的满足。如果没能听到宝宝的心声，我也许也会像上辈子一样，在洪水中绝望死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一家彻底宅在家里，外面的水位越涨越高，但这丝毫影响不到我们的生活。我爸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他在露台上用我买来的无土栽培设备搭起了一个小型的空中菜园，小白菜、生菜、韭菜，甚至还在角落里种了几盆草莓和小番茄。闺女，你看这生菜水灵灵的。我妈则接管了厨房，每天变着花样的研究美食，香味经常飘满整个屋子，馋得大黄整天围着我妈转。我就负责养胎和统筹全局，每天看看监控，检查一下物资的消耗情况。我偶尔会打开收音机听听官方频道，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杂音，但偶尔也能听到一些令人绝望的消息。某避难所已被淹没，粮食极度短缺，请幸存者保持冷静。每当听到这些，我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满满当当的储藏室，堆积如山的米面粮油是我们最大的底气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肚子也像吹气球一样大了起来。这天半夜，一阵剧痛袭来，妈妈，我要出来了，我要出来见姥姥、姥爷了。我抓着床单，冷汗瞬间湿透了睡衣。我妈虽然早有准备，但还是慌了神。老头子，快烧热水，拿医药箱。好在我之前囤积了全套的医疗设备和药品，甚至还买了几本妇产科的专业书籍，逼着我妈学了半个月。产房就在早就布置好的无菌室里，手术器材一应俱全。剧痛一波波袭来，我咬着牙，按照书上教的呼吸法调整节奏。妈妈用力，我就在门口了。宝宝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不断给我加油。有了这个贴心的小外挂，我的恐惧消散了不少。在黎明破晓的前一刻，一声嘹亮的啼哭响起，我妈激动的热泪盈眶，手都在抖。我虚弱的抬起头，看了一眼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，他闭着眼睛，挥舞着小拳头，哭声震天。我爸抱着孩子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我们给他取名叫安安，希望他在这个乱世里能够平平安安。虽然没有月子中心，但我有最好的爸妈，还有最充足的物资，各种进口奶粉、纸尿裤堆成了山。安安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长得白白胖胖。大黄成了安安最忠实的守护者，只要安安一哭，他就会立马冲过来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半年过去了，外面的洪水早已退去，但世界并没有变好，各种灾难轮番上演，人类的数量锐减，文明几乎倒退回了原始社会。但我们的山顶别墅依然屹立不倒。经过我和爸妈的不断改造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型生态基地。地下室里种满了蘑菇和土豆。安安已经3岁了，他穿着我改小了的冲锋衣，骑在大黄身上，在客厅里满地乱跑。妈妈，我要吃草莓。我笑着抱起他，走向2楼的阳光房。那里红彤彤的草莓挂满了枝头，我摘下一颗最大的塞进他嘴里。甜吗？甜。安安笑的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没有什么比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活着更重要了。